在如今的世道，美英一边要屡屡针对中国，一边也从来没忘记俄罗斯。这回英国再一次当俄罗斯是病猫，却让普京一招给吓破了胆儿。这招中国或许可以试试。俄罗斯媒体报道，在23号的时候，俄国防部公告，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卫士号侵犯俄罗斯在黑海的边界，并且进入了俄罗斯领海3公里处，这已经明显违反了国际法规。对此，俄罗斯边境巡逻船进行了射击警告，同时，俄罗斯一架苏27M 攻击机对英国军舰进行了模拟轰炸。要说硬核还是普京够硬核，在开火射击警告的时候，还投射炸弹进行模拟轰炸，这一招直接就让英国吓破了胆子，以至于随后在媒体上，英国国防部对此事接连否认，表示英国军舰正行驶在乌克兰水域内，俄罗斯没有投掷炸弹，也没有鸣枪警示。而且，英国首相发言人还公开否认，称英国早就收到了俄罗斯方面的通知，俄罗斯军队会在那一带进行实弹演习。联系英国国防部的声明，这句话的潜台词不就是英国没有去俄罗斯边界吗？虽然没有明确说出这句话，但是不看俄罗斯的声明，英国必然是想撇清自己，把舆论往俄罗斯身上引。在英国暗搓搓的引导舆论的时候，英国军舰的随舰记者却表示这件事儿是真的。当时他也确实听到了鸣枪的声音，并且在自己的军舰上方还有至少20架俄罗斯的飞机。甚至在介绍中，这位记者还用了一个正在进行时，表示此刻依然有俄罗斯飞机在头顶上嗡嗡作响。这波打脸也是绝了，不管英国这次是不是因为要紧跟美国老大的步伐才这般挑衅俄罗斯的，起码普京这波硬核回应是绝了的。因为从俄国防部的声明中可以看到，这次俄罗斯对英国军舰的回应基本上没给英国太多的反应时间。12:08鸣枪警告，12:19就对卫士号的移动路线进行模拟轰炸，中间也不过短短10到11分钟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随舰记者还明确表示，英国军舰是故意在前往格鲁吉亚途中通过了克里米亚的领海，并且在军舰上自己还能看到海岸，因为距离克里米亚海岸不足12海里。12海里大约是19公里，也就是说，按照俄罗斯方面的声明和这位英国记者的说法，英国军舰不仅进入了俄罗斯的领海，还很可能距离海岸线只有3公里。所以这次针对英国军舰的挑衅，普京直接就炸了。在国防部发声后，俄罗斯开始呼吁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且召见英国的驻俄大使。随后，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还在第9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明确表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俄罗斯不排除会使用核武器的可能。这话说的直接再次帮俄罗斯立下威慑，不说英国，就连美国短时间也不会再敢和俄罗斯继续较量的。毕竟论核武器，俄罗斯也是个大户人家，所以普京这一招，英国必然是要怕了。最后，英国军舰侵犯俄罗斯领海，让人不由想到美国和法国军舰在西沙领海的所作所为。所以，普京的招数，中国真的可以学一下了。目前，印度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万，印度可能还会迎来第3波更强劲的疫情。然而，自疫情以来，莫迪就没出过任何有效防疫措施，甚至还无视疫情解封，但在边境动作却不少。在这不久前，印度时报曾报道，印度正加快边境基础设施建设，以此缩小和中国的差距。在过去1年里，印度都处于备战状态，以确保在拉达克东部与中国持续军事对峙。在17号，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万也曾召开陆军指挥官会议，讨论和中国巴基斯坦沿线的作战形势。他还强调，中印边境局势并未缓和，印度在实控线仍然保持着5万至6万名士兵。与此同时，俄罗斯独立报也曾提醒中国警惕印度，由于高原积雪融化，印度和中国都开始派遣更多巡逻队侦察，并快速建造防御工事，不排除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近期的央视和卫视军事节目里面，专家们都对印度可能的边境摩擦和军事冒险提出了警告。然而，印方注意到一个细节，让他们喜出望外。今日印度援引消息人士消息报道称，由于极端天气，解放军驻扎一线近1年的将士中，约有 90% 被撤换走，5万驻军几乎全部被撤换了， 90% 换成了新面孔。而且解放军新调来的一线驻守部队很多都是西藏以外的基地预备役部队。对此，印媒得出一个结论，解放军扛不住极端天气，而印度有得天独厚的高原驻扎经验和能力。而事实是，这只是轮换，更表明中国军队后备力量越强，隐藏战斗力越强。
印度号称有10万山地师，但没看到中国仅在一个冬天就将山地部队规模扩展到如此大的规模，而且快速轮换，将极大扩展有实战经验的中国山地部队。这种力量和速度，印度却还在自嗨。很显然，这种情况印度高层更错愕。近日，印度外长苏杰生指责中国仍在两国边境争议地区部署部队，印军可以部署，却不允许解放军部署。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罕见指着鼻子骂，中国在中印边境西段的军事部署是正常防卫，旨在防范应对有关国家对中国领土蚕食和威胁，丝毫不留情面。分析称，莫迪到现在都拿不出防疫措施，早已民怨载道。最近，印度再次热炒边境话题，很可能挑起边境纠纷来掩盖国内矛盾。对于印度这个国家，谈判几乎没用，得出拳头才能打服消停。一度让中韩两国关系陷入冰河期的萨德反导系统，近日又有了新的消息了。据悉，韩国国防部和驻韩美军22号当天，向位于庆尚北道新州郡的萨德反导基地运入施工建筑等物资。这一举动再度引发当地居民们的强烈抗议，包括反对萨德入韩的公民团体在内的共100多人，当天在村民会馆前道路上静坐示威。尽管这样，也没有阻止大批车辆密集进入韩国。在警方强制驱离示威人群后，装载各种物资的20多辆车辆开始进入萨德反导基地。对于这则消息，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跟我国没有任何关系。但美国向韩国萨德基地运送物资，明眼人都能看出是在增加该基地的导弹部署。这段时间以来，接连有消息传出，美国正大幅度减少该国在中东地区的反导系统。根据知情人士表示，五角大楼开始从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以及科威特撤出约8个爱国者防空反导连，还从沙特撤出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的萨德反导系统。与此同时，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战斗机连队数量也将被削减。在此之前，美军对外宣布将全面从阿富汗地区撤军，一系列撤军的举动反映了美军对中东地区局势的评估，也代表了拜登政府对全球战略重心的判断。这也就意味着五角大楼通过判断得出与伊朗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相反，与中国或者俄罗斯引爆战争的可能性将会增加。有美国官员对此表示，美军大幅减少美国在中东地区反导系统，是在进行全球调兵遣将，集中全部资源应对来自中俄的大国威胁。倘若猜测是真的，那么顺着这个角度来看，此次大批车辆密集进入韩国萨德基地，很可能就是冲着中国来的。如果要加强中国周边的军事力量，韩国无疑是最理想的地点。萨德系统的 AN 雷达拥有高达2000公里的探测能力，还能与爱国者导弹联网。美国运送各种材料有很大可能是想在东亚地区编织起来一张大网。总之，美国此次向韩国运输物资必定目的不纯。至少就目前来看，美军不断在南海周边挑衅，试探我国底线，利用疫苗进行政治化宣导，让台当局蠢蠢欲动，还怂恿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建立一个围堵东亚大国的联盟，都是赤裸裸的针对。加上从中东撤军，一系列动作怎么看都像是在做备战准备。对此，我军也该到了放弃幻想的时候了。迷糊了这么久，也该清醒了。狼已经在家门口了，我军真正的挑战或即将来袭，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是绝对必要的，同时也要时刻准备亮剑。自从前段时间拜登重新掀起对华新冠病毒源头的调查以后，有关中国病毒的言论就再一次出现在舆论的制高点。在此背景下，一些受到美国教唆的欧洲国家也纷纷参与进来，公开喊话要让中国配合调查。随着事态的发展，近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也在一次节目上声称，中国应当对新冠病毒的流行和美国人民所遭受新冠疫情的磨难负责，甚至大言不惭地表示，美国民众应该享有单独提出诉讼的权利。此外，格雷厄姆还提到了去年美国就新冠疫情制定的相关法案，法案内容显示，允许美国公民将中国告上法庭，并就新冠病毒疫情所造成的损失提出诉讼。不难看出，现在的美国已经黔驴技穷，在无法拿出病毒起源是来自中国的证据的情况下，想出损招继续对付中国。格雷厄姆此举表明是在鼓动新冠死者家属起诉中国，利用美国民众搞所谓的隔空审判。顺着这个事态发展下去，接下来美国很有可能会向中国进行索赔。前几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还威胁中国，扬言如果我国不合作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孤立，要么承认新冠病毒来自中国，要么被国际孤立，一副只给中国2个选择的狂妄姿态，美方哪来的资格？对于中国来说，威胁起不到作用，中国不吃这一套。不过话说回来，美国方面又一次将新冠病毒源头的锅甩给中国，很有可能与该国国内目前所面临的多种危机有关。几乎在同一时间，有媒体报道美方指责中国在关键时候没有帮助美国，导致美国通货膨胀，造成美国疯狂印刷美元失败。美国疯狂印钞的目的是为了掠夺世界的财富，并且让世界陷入通胀的环境中。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怪中国没有对美国施救，中国就算再好说话，也绝对不可能为美国买单。众所周知，美国就是造成危机的源头。如果不是该国频繁在世界上搞事情，对中国不友好，美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退一步来说，就算今天中国帮了美国，但以美国的性格，必定还会拉起反华的大旗。可以说，只要中国一天不停止发展，美国就一天不会停止对中国的攻击。中国可不能太好欺负，也该让世界知道新冠病毒源头的真相，鼓励新冠死者家属起诉，逼中国屈服。我国不妨帮美一把，添一把火。既然这么想知道新冠病毒源头到底来自哪儿，不如先回答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基地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